格拉兹是奥地利的第2大城市，这座城市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。城市里的建筑保存良好，非常有特色。格拉兹2003年被选为欧洲文化之都，2011年又获选为设计之都。一起来看看吧。这里是旧城最热闹的商店街。从我们住的公寓慢慢散步走过来，大概也不用10分钟。这里是格拉兹主广场，也是多条电车交汇的地方。这个广场前面也摆了很多摊子，小吃、纪念品都有。这是格拉兹的市政厅。对了，市政厅大门口的右手边有免费的矿泉水可以喝哦，你可以带水瓶来装水。我们公寓附近也有免费的饮用水可以喝。去火车站哈。那我们走这边。哦，那几栋屋子都好漂亮哦。你看他们的墙上，跟我们在德国看的有不一样。很特别哦，那个墙。这家是施华洛世奇非常特别的建筑。到了城堡山。上城堡山有3种方法，一种就是爬楼梯，第2种就是在这边左手边坐电梯，第3种就是搭缆车。好，我们今天先用爬的好了。你看很多人是穿运动服来运动。楼梯还蛮陡的，楼梯有点斜。我爬到一半，就已经可以看到还不错的风景。到了，成功。OK， 这时钟的特色就是它的时针是长的，分针是短的。现在是10点37分，10点的时针是长的，短的是37分。这边也有一个1554年到1556年的这口井，这口井就在这边。它这边显示说它有到94公尺，那一天我们在纽伦堡看的，它是写50公尺。我看到闪亮闪亮的，因为太阳光一照看得到钱。缆车的轨道是在这边。哇哦！现在不能进去了。
山上这边有一个公园，很多人晒太阳，空气很好，风景也很漂亮。重点是这边一点都不拥挤。要告诉你格拉兹到各个城市的距离。一个花园。同天傍晚，我们再来城堡山一次。搭电梯单程一个人是2欧元。电梯出来就是这边了。上两蛮多人在山上。如果要搭这个缆车的话，就要离那个城堡山楼梯那边再往前走，大概3到5分钟吧。看到这个绿色标志，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。如果你有1日票或是1周票，都可以免费搭缆车。哦，这里的。Is die Luft praktisch. Too much reflection. One car from Red Bull. 它车是这样，不管你多些的，这都是平的。你不会觉得很急？OK， 缆车站是从这边上来，它缆车其实速度比较慢，跟冰城的比起来比较慢。1894年就有了耶！1894年就有第1代了耶！哇，这么久了，961。然后这个是2004才换这一款，就是每15分钟会有一班车。出发，好像坐云霄飞车。坐前面好刺激哦。是。好像云霄飞车。不够。比特人比较快，可是感觉到那个型火。
是 beef goulash， 我没有加面包，就是只有这样切片的，跟我们在德国吃的不一样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面包饺子，刚刚加这个要3.5。这个 bread dumpling 跟我们在德国吃的不一样，它里面有很多香料，而且它吃起来比较像面包的口感。在德国吃的一粒一粒圆圆的那个呢，它就是有点像马铃薯泥加面粉，就比较 Q 弹，这个口感不一样。再来是这个猪排的酸菜，刚吃了一口，非常的咸，非常的酸，跟德国的不一样，对我们来讲是很重口味。猪呢？它不是猪脚，里面蛮嫩的，蛮香的。有大多数是肉了，没有皮。我比较喜欢皮。这2样菜没有让我们有印象深刻的感觉。你看，旧建筑的对面就有一间非常具有设计感的建筑，很特别吧？这是格拉兹的美术馆，它叫做友善的外星人，好像外星飞船。现在要过去对面的穆尔岛。其实格拉兹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城市，它好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建筑。虽然我们对建筑没有特别研究，可是它的造型就是非常有特色。这个是穆尔岛上的圆形剧场，有时会有表演。我们现在要去咖啡厅。那我们来穆尔岛的咖啡店吃东西，点了一杯卡布奇诺栗子樱桃蛋糕，这口味亚洲很少看到。好香哦。香，我试试看。蛮好吃的。我没有吃过这种口味。它的蛋糕体不是干干的，是有点湿润的。然后它这边是樱桃酱，我觉得很好吃哎，没吃过这种口味。德国、奥地利都有的，有点像是苹果派的东西。第一次在这边吃的很顺。好像没有吃过哎。它的饼皮看起来好像还蛮好吃的。看吗？果泥啊，就放在一个派里面，有点甜甜，有点酸酸。酸是因为苹果的酸吧？因为我个人是不爱吃苹果派啦，不过我可以试试看。还有肉桂的味道，可以接受。我们又加点了一片提拉米苏蛋糕。它的底座这边是一入口你就可以尝到酒味，因为在文莱都没有酒味的提拉米苏啦，所以我们就在国外都很想要吃提拉米苏。好吃诶，它的蛋糕还不错，点了3样都还不错。爱根堡看起来没有法国凡尔赛宫华丽，我们只在花园走走。参观城堡内部需要参加导览，门票另外算。好秀。
这是我们找的汉堡店，点了一个培根汉堡，然后再多加一片这个汉堡肉，然后这个是 cheese 薯条，点了一个特调柠檬汁，看起来好像还蛮厚的。它里面有培根、洋葱、生菜。哦，面包好脆。太厚了。面包好厚。肉还蛮厚的哦。看起来很丰富。哇，这么厚怎么吃？面包好厚。2片牛肉，好厚哦。有酸黄瓜。好吃哦，很多牛肉，牛肉有烤过，很香。这家汉堡不错，推荐。最后一天，我们善用周票，随便跳上电车，看看街景。我们在格拉兹待了1周，很喜欢这边的气氛和环境。虽然格拉兹是奥地利的第2大城，但没有维也纳或是萨尔茨堡人挤人。有时候走一趟不是热门首选的观光景点，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。